中国队下一场世预赛很可能会更改菱形中场的打法，或者说如果 A 计划依然是菱形中场的话，通过这次大名单的人员配比，B 计划的比例可以说是占比非常的高。首先我看了一下很多球迷们对菱形中场的理解还是有偏差，就是菱形中场的2个靠边的中场并不是边前卫，更不会由边锋来打，这2个位置其实更贴近8号位的 B2B 踢法。菱形中场这种站位无论在南美、在欧洲、在东欧的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他们在这2边的位置上面都不会使用边前卫，包括伊万科维奇在18强赛阶段在2个靠边中场的位置没有让纯边锋球员打过这个位置，更多的是让谢文能、李元一、徐浩洋这些相对均衡的球员踢到这个位置上。大部分时间他们其实拱卫在王上源的2侧防守，只在进攻或者反击当中才会打到靠前的位置，而且他们进攻的时候更多的也是打肋部，而并不是贴边完成2个边锋的打法。玩过 FM 的朋友都知道，前2代是新出了一个中场的职责，叫做 Mezzala， 就是伪边锋。Mezzala 是意大利足球对这个位置的称谓，英语里面把这个位置叫做 half wing。大家的英语肯定比我好，一听就明白，它其实是半个边前卫，半个中前卫。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的马图伊迪，他是一个边中场，但是呢，你也明白马图伊迪跟边锋是完全不同的2种风格。当然，咱们不是说伊万打菱形中场就是对的，因为你这2个位置进攻防守能不能够做好均衡，比如曹永静打在这个位置上面，他的类型收回来能不能够守得住，都是此前伊万打这个阵型的问题。像3月份中国队的中选名单就是按照这个菱形中场的站位挑选的8名球员，很好理解，一般一支球队参加比赛的23人大名单就是11个主力球员，各个位置各带一个替补，再加上一个第3门将，这不是11乘以2加1正好是23吗？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打菱形中场，比如说3月份打沙特那次，我们后腰位置招入的是王上源和汪海建，两边这个位置招入的是李元一、谢文能、徐浩洋、曹永静，前腰这个位置上面招入的是韦世豪和塞尔吉尼奥，然后2个前锋招的是张玉宁、林良铭、王子明和拜赫拉姆4个标准的前锋球员。然后我们再看这次中国队中场的名单，王上源、黄正宇、杨明洋、徐浩洋、曹永静、塞尔吉尼奥，你再算上华在前锋里面但之前打过菱形中场前面这个位置的韦世豪，这还只是初选名单，还不是23人的中选名单，一共只招了7名中场。王上源和黄正宇肯定是2个人里面上一个了，杨明洋、徐浩洋、曹永静和塞尔吉尼奥这4个人很可能是我们2个侧翼中场的选择。我们提到以往侧中场这个位置会使用像谢文能、李元一这种攻守兼备的球员，但是这次呢，一个是有了杨明洋，他的防守能力更强，再加上初选名单在边锋位置上面多了一些选择。那我觉得中国队如果这次还使用菱形中场先发的话，王上源、曹永静、杨明洋、塞尔吉尼奥可能是钻石中场可能的一个配置。那2个前锋就由张玉宁搭档吴磊，或者张玉宁搭档韦世豪。因为我们提到这次客场打印尼，你是冲着3分去的，拿1分没有意义。那我们的后手调整很可能就是王上源和杨明洋这2个人搭档2个后腰的位置。考虑到杨明洋比我们之前几个侧翼中场的防守能力都要更强一些，那我们就有资格在这个位置上面放上一名进攻能力更强的，比如说让王玉栋打到边锋的位置上。这时吴磊、韦世豪或者塞尔吉尼奥这3个球员里面肯定有一个是坐在替补席上的，也可以替换上场去提供我们的后手的进攻能力。印尼队的3后卫切5后卫的打法，其实他们的边翼位和边中卫这个位置上面是很怕这种突破能力很强的球员的，所以我觉得韦世豪和王玉栋如果作为边锋上场的话，一定是有机会。